我们看起来孙立军的案子，这种政治团伙案又是以他个人的这些清廉操守，他也小心的不介入到说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跟操作。那大家就会好奇了，因为今年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就是这个中共的20大来决定习近平是不是继续连任。所以从我们过去一直猜想，会不会有一些山雨欲来，然后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更激烈的手段？这部分我们就请教一下张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真的算是一个准备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前的一个小事件的铺路吗？这个其实在刚刚孙立军事件爆出的时候，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孙立军这个事儿是2020年4月份的时候出来的，但是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向更高这一层面去发展。这个就是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怀疑，就是其实我们从现在爆出来的关于孙立军的相关的这些犯罪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移送到长春准备要这个审判了嘛，当然爆出来的东西呢并没有涉及到很多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当时孙立军在被抓的时候，包括后来这个中纪委公布的通报里面的话，都是讲孙立军呢是叫做背弃两个维护，毫无4个意识。这些话可能台湾朋友们听可能都不懂是什么中共的话它是一个黑帮，它有很多它自己的这种黑化的系统。所谓4个意识的话，或者2个维护的话，简单的说就是维护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了。所以呢，他在这个中纪委通报的时候说，孙立军呢他的问题是这个什么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些话其实我们都需要做一定的解码就 decipher 就是因为这都是政治黑话。所谓政治野心极度膨胀的话，因为孙立军自己本人已经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了，那野心膨胀的话，大概就是讲他可能想做到副国级甚至是正国级这个叫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其实这个呢，在就是海外或者是在一个自由社会的话，这个不算什么。如果我是一个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的话，我都甚至可以说我去选总统是吧？我也瞄着那个位置，那没有人会指责我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恰恰说明就是中共最高的权位呢，这个名气的话呢是你不能够去觊觎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选举的，只有他给你，但是呢你自己是不能要的，所以这就政治野心极度膨胀的话，就是说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这个瞄准那种最高权威的名气了。那说这个他这个毫无4个意识，背弃2个维护的话，就是指没有维护习近平的权威。这种事情的话，在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其实包括像比如说拜登现在在美国，他的这个支持率大概30%几，有60%几的人的话是不支持他的。但是呢，美国从来不会说，美国的某一个政府官员是背弃了什么2个维护4个意识，不维护拜登的权威什么什么之类的。中共这种黑化的话呢，恰恰说明它是一个黑帮政权，它是一个犯罪集团。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些政治罪名的话，在审判的时候确实不能用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相关的罪名去针对它，就是你按照现行法律条文的话，没有一个什么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样的一种罪名。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人在审判的时候，通常来说的话都是贪腐，比如说这个滥用职权呐，这个什么泄露国家机密呀，这个操纵证券呐，非法持枪等等，就都是这种类型的罪名。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当年周永康这个政治局常委他落马的时候呢，大家人人都知道他是属于谋反就是按我们中国人话来讲的话，就是谋反案嘛。当时他是要这个帮助薄熙来干掉习近平的。但是呢，他在被审理的时候的话，中共给他的定位也是3项罪名一个叫做受贿还有一个是滥用职权，还有一个呢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这个政治野心也好，篡党夺权也好，这个是很难就是算作这种刑事犯罪的。而且的话，当你如果真的说他要篡党夺权或者是说他想这个就是有政治野心等等，你一审的话呢，就会交代出很多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这个一般的法院的话，他也不能听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一般的刑事案件来审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孙立军这个事情呢，因为他是副部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一个副部长，然后呢，他如果想眼睛盯着这个副国级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或者国务院副总理这个级别的官位，甚至盯着正国级这个官位，就政治局常委或者是什么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什么之类的，盯着这些官位的话呢，他靠他自己本人的这种能力的话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得上面有人才行，也就是说必须得上面有人去提拔他、重用他，同时的话呢，帮助他建立一套自己的班底。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在中共看来的话，就是叫团团伙伙就是你搞了一个小团伙，然后坏了这个他的大规矩这是中共抓孙立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现在呢，在这个中纪委的反腐专题片里边所揭露出来的所有的跟孙立军搞团伙的人，没有一个官比他更大，都是什么上海市的副市长啊，什么哪一个甘肃省委的副书记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属于副省部级官员。那孙立军自己也是，他是这个一个副部级的官员。那你和这些副省级的官员的话搞团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跟你平级，他不能提拔你。他们还靠你的提拔呢，对吧？你看他整个那个讲孙立军是怎么帮他们搞定，让他们去做副省长的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们还靠着孙立军。那么孙立军上面到底是谁，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揭示出来。那么孙立军作为一个副部级的话，那么他的上一级的话一定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就政治局委员，比如说政法委书记，那有可能是孟建柱，是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他如果想在20大之前真正立威的话，他需要打到这个政治局委员这一级的话，他现在必须得动手了。如果你再不动手的话，就来不及了。因为中共每次他打掉了一个就是团伙之后呢，他会空出来很多的人，他得把自己的人填进去。完了之后的话，还要有各方的利益平衡。最后的话，等到这个20大之前的话，等各方就是等于分赃已经分完了之后的话，他们才可以召开20大。就是中共召开20大，并不是利用20大来决定谁坐什么位置，而是在召开之前已经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就是已经大家事先商量好了，开会只是走一个形式。整个之前的这段博弈的话，至少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说呢，如果在今年4月份、5月份还没有政治局委员落马的话，就说明习近平的反腐遇到了极大的问题，他的20大连任之路的话也会非常的坎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点。是我刚